全家开心。那苏博士啊，春节期间我也是试驾了一段咱们这个 V27，那在城市里开过，也跑了高速，同时还看了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测评，也有一些用户的这种试驾评价。那为了今天的直播呢，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啊，整理了一些大家最关心的内容，正好请您过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那我们坐下聊。好，没问题。好，那首先请那个工作人员先给我们递上一下题板，谢谢。您看啊，这板子已经挺多的了，这么多。对，但其实这些只是关于颜值的，当然颜值呢肯定也是我们就是设计的比较多的一个卖点哈。首先就是这个卖设计的品牌，那这一点其实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在充电或者加油的时候啊，我经常有人会过来问，哎，你这是什么车呀？多少钱买的呀？所以就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辆特别酷、特别帅的车，这个回头率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也有人说iCar 是靠颜值吃饭的，那您怎么看呢？听大家这么说啊，其实我心里是挺高兴的因为呢，我的这个是专业搞设计的啊，设计啊就是 iCar 对用户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点iCar 呢是只造特色车所以呢要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呢，设计呢肯定要排在一个非常高的优先级的位置上因为呢大家第一眼能看到的就是设计，就是造型产品呢要通过差异化来吸引用户，那这个呢主要的起作用的其实是设计那么在 iCar 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就是设计呢有着非常高的话语权。iCar 设计提出来的创意要求，工程要想尽办法去实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极致的追求我们的产品呢才能有足够强的特色让大家呢一见倾心，第一眼就喜欢。造型足够有特点，足够耐看，哪怕它只停在路边它就自己会说话，自带吸引力。没错，您这么说我就理解了。设计你永远可以相信 iCar， 也只有把事情做到极致，才能获得大家这么高的评价，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条大家说的这个评价是什么。未来经典主义，很多人在聊到这个 V27的设计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个词，但是未来和经典好像是两个有点矛盾的概念，那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呢？你看未来跟经典这两个看上去是冲突的词，但在 V27这台车上它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了一起。经典是什么呀？经典就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哪怕你稍微改一点点就不好看了的东西。其实大家已经把这些东西推敲到极致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那些经典的设计，哪怕你再放上几十年，你还是觉得它很漂亮现在很多设计是在追求流行，但我们相信跨越时间周期的经典呢是最值得保留的。所以我们在 V23和 V27的设计上呢，我们都从历史的经典车中吸收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把它融合在一个现代的设计手法里，我们呢要进行现代的演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所谓的未来经典设计那么一句话来表达吧，iCar 呢是复古经典科技未来的冲突在一台车上的自然融合。iCar 呢是要用经典来创造未来，开启下一个时代的经典。就是在这个经典永流传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加上一些未来科技感的融入，让大家可能又能在一台车上同时看到它过去的影子，也能看到它未来的这么一个展望的趋势。是的。那之前呢，我只是觉得 V27特别好看，但今天听您讲完了这么多我确实也理解了为什么 V27能这么受大家的欢迎。那也请您和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在 V27身上哪些是未来，那哪些又是经典呢？首先是硬派风格V27是一个5米级的大车，宽高比其实是接近1:1的。那么它还有直立的 A 柱宽轮眉，这些元素其实都是经典越野车的这个一直传承下来的设计元素。所以呢 V27往那一放，你就觉得它有一种非常熟悉的经典越野味儿。它的未来感其实来自于很多的这个细节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科技岛比如说我们在科技岛上呢，把 NFC 转向灯、摄像头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科技集成的模块非常的有科技感。还有比如说它这个积木式的尾灯它的这个造型就像积木一样非常的有趣。
科技精致呢，我们其实的目的是不仅为了实用，而且还得有很高的情绪价值。对，您刚才说到这个越野的这种硬派的风格，再加上这种科技的精致趣味啊，两种截然相反的这种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完美统一的感觉，就是源自经典，我们又面向未来。那 V27 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啊。那咱们再继续我们的题板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说法？熟悉的新鲜感。这句很有意思啊，我也看到了很多人说从 V27 身上看到了很多经典车的影子。那苏博士您怎么看？应该更准确的说法啊，叫致敬啊。我们看到呢，有的网友啊，就是说上来呢给 V27 贴了经典车的 logo 啊，我觉得呢这个毫无违和，非常协调。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美的东西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底层规律的啊。这些时间沉淀下来的经典啊，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很对味儿啊，大家呢都非常喜欢。甚至呢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iCar 呢实际上是要做经典特色车，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经典的对的东西给它留下来啊。我们做的呢不是简单的复刻啊，我们是想用新的设计手法呢重新表达经典啊。就像尾灯啊，那么我们呢比原来的这些传统的经典车啊做的更简洁，集成度更高，也更符合新能源车该有的这个科技味道，而且大家还能看出一些经典车的影子，所以你会看到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科技跟经典的一种现代性的融合。那么 V27 呢，延续了 V23 原创性品牌的这个设计语言啊，它保持了这个 iCar 独有的特色啊，所以说呢，你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啊，而是原创度也非常高，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啊。设计呢是有脉络的。一定呢是在不变的基础上呢去求变。所以我们是致敬经典，传承经典，同时又加入科技元素在我们的经典之上。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汽车设计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技术和文化传承和变化我们都要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是的，好的设计啊其实是有非常稀缺的价值。所以说这个从地板到顶棚的挑高做到了1.3米以上，侧窗呢又做得特别大啊，腰线压得很低啊，这个整个车窗啊其实占了车高的超过1/4，这个玻璃面积是非常大的。前排呢我们管这个座椅叫做指令长座椅什么概念呢？就是坐姿很高啊，离地的高度呢差不多有1米了啊，然后你坐在上面呢，你就能看到车头的2个角，这个时候啊你的视野就非常的开阔啊，它从体感到视觉你都会觉得特别的通透啊，然后坐在里面呢，这个人感觉呼吸都是顺畅。不瞒您说，这2个特点就是我在春节试驾的时候体验最深的2个特点，一个是它空间很大，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座位很高。就是我自己平时就是一个很喜欢开大车的女生，就是因为我坐在这个驾驶位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特别的有安全感，无论是从侧面呀还是从前面来讲，这个整个给我一个就是掌控感非常强的感觉，所以我就开这个车的时候会自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那您就像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有一种呼吸顺畅通透的感觉，我就是深有体会。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独特双天幕。这个其实我在别的车上并没有看到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追求这种很大的一个全景天幕。那为什么我们会选用这个双天幕呢？双天幕啊，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独特项啊，也是一个加分项。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描述一下，就是做一块大天幕啊，技术跟设计上呢很成熟，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大家都千篇一律了，很单调啊。大街上所有的车呢都顶着一块大玻璃啊，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多样性上来说呢，也有点无聊啊。那么我们在寻找灵感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星际飞船的舷窗啊，它不仅是独特，而且它的功能性也特别好。那么这种分隔开的视野呀，非常独特。第一个呢，它就很有未来感，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纵向感受上呢，把这个空间拉得很长啊，然后呢，能够把天空呢分成不一样的画面啊。那么车内的光影变化呢，也会更有层次啊。另外一个，我们在中间的这个天空岛上集成了慢反射的氛围灯，如果你晚上打开啊，它真的会有一种遨游太空的星舰的感觉。哇，这直接把科幻带进了现实啊！那除了好看，它还有什么样的实用功能吗？这个当然是有的啊。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呢，就是安全性。双天幕这个中间的纵梁啊，让车顶刚性的结构更强了啊，结构上它就更安全啊。那么 V27 的这个家庭性硬派啊，它就得比一般的 SUV 要更安全。没错。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这个在玻璃上我们做了很这个用心的考虑，啊，这个天窗的面积大，但呢还得防晒啊。我们把这个紫外线的隔绝率啊做到了99.9%啊，透光率呢只有2%，但是你在太阳底下啊，你还不觉得晒啊。我们觉得这一点啊，对很多人，尤其是女性用户，我们觉得是非常友好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经常能看到女性用户在开车的时候，就是面罩啊、帽子呀，还有袖套啊，全都戴得严严实实。对，然后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问题，因为有时候我戴着那种面罩，就我的视线其实它会有一些阻挡。我只是为了防晒，那这样有了这个玻璃有99.9%的这种紫外线隔绝的话，我就不用再全副武装了，其实也会提升我的这个驾驶的安全性。所以就是说它不仅特别，而且还特别的安全防晒。那这2点真的是说到了女性用户的这种心巴上，不仅它是一个硬派的越野车，它还很细腻的考虑到了女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它V27又贴心，然后又细心的这么一点。那下一块题板我们来看一看，又说到了什么？全家都满意。V27呢是一款面向家庭的这么一个越野车啊，需要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觉得非常的满意，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双天幕对女性用户的好处，那其实不同用户对车的需求其实也不太一样。那全家都满意这件事儿其实挺难的，能做到这种评价呢 ，V27肯定也是做了很多满足家庭不同需求的设计。如果要让您说一个点，您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既然它面向这个全家出行的场景啊，空间啊特别的重要。空间上啊，你看我们的巧思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呢怎么让一家人呢都坐得很舒服，对吧？不仅要有前排这个指令长的高坐姿，那后排的空间跟舒适度也同样的重要。首先呢，我们想到的就是车的外尺寸是够大的，但得房率也得高，对吧？这个说这个车也有得房率的概念，得车率，对，得车率、得房率，我们把这个得房率啊，有效空间啊做到了接近70%，特别是2排，3个人坐呢也不会挤。1.8米的身高坐进去呢，还能翘2郎腿。刚才也说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的后排的空间高度啊超过了1.3米，啊，也就是它给孩子啊留足了这个玩乐的空间。如果是一个7、8岁的孩子啊，都可以在里面站着玩啊。那么当然我说的是停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停车的时候，其实在野外，我们这个依然是一个大家的很好的休闲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在里面7、8岁的孩子甚至都可以站着，他不会碰到顶。孩子呢是一家人出去的主角，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对孩子的考虑也要很妥帖。那它的装载空间又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全家出门，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还是出远门旅行，其实都要带很多的东西。而且就是我自己来说吧，出门就是还会带上自己的小猫和小狗，那这样出行带上的东西就更多了，而且本来自己的行李箱就特别的大。储物空间啊，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要素。在储物空间上啊，我们是给的非常足的啊。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啊，我们能放11个20寸的行李箱。怪不得。这个你说就说如果全家出行啊，就说你可以妥妥的、充分的带东西，可以带一个旅游团。对。但是还能扩展啊！你如果把后排给放倒，它能扩展到1818升。哇，1800多升。对，那个这个数字有点抽象啊，我再具象一点，就是像婴儿车呀、自行车呀，不是折叠自行车，就是整个的这个自行车这种大件啊，然后包括一家人的露营装备啊，都能放进去。那对于宠物呢，比如说你把这个猫啊、狗啊，甚至这个给他们用的这些东西啊，包括他们的住所，对吧，也能放进去，一并拉走。而且呢，我们这还有很多隐藏空间、彩蛋空间啊，就是扩展的储物空间啊。它这个呢，应该也是同级最多的。我们考虑了不同物品的这个分别储存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水杯啊、零食啊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分门别类的这个放在不同的专属空间里。这样呢，你车放满了也不乱，找起来又方便。的确，就一家子人出去玩的时候，东西确实是又多又乱。那开着 V27出去玩，我就不用考虑那么多。这个东西能不能带，会不会放不下，然后会不会我们可能放了很多东西之后，就变成3个人开2辆车了，这种就都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是说，可以开着 V27的时候，就是不做任何选择，一股脑的全都装走。那刚才聊了这么多的东西啊，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要体验这个车开起来它是怎么样的，动力和续航直接关系到了我们能去哪儿，能走多远。所以呢，我们也找到了用户在这方面的一些评价，我们再来看一下。谢谢。这个首先说的是增程还得看锐子，这个锐子说的应该就是奇瑞吧？对，那么 V27这个动力系统啊，我们就用了这个集团非常有优势的这一项，就叫黄金增程系统。这套系统啊，是应该说是奇瑞最拿手的技术之一。
这套系统呢有3个特点啊，一个是特别猛，一个是特别强，还有呢特别足。这3个词也真的是特别的直接。那您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这个强啊，它指的就是增程专用的 1.5T 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啊，应该说是整个集团的一个金牌发动机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热效率极高啊，达到了45.79%，在行业里啊，超过40%就是很优秀的了，44%的就凤毛麟角了。那么奇瑞的发动机啊，是大家公认的好，性能品质都是绝对的顶级的，放心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关键词是猛啊。不是说光是一脚电门的快，然后呢，它还有这个黄金增程3电机的硬底子，它有一个电机啊是专职这个保电发电的啊，别的事儿它是不干的啊，专心发电啊，有2个电机呢是只用来驱动的啊，所以就算亏电的情况下呢，也能保证全14驱而且有了这个专职发电机啊，它也不会亏电啊。有些品牌啊只有2个电机，一个电机呢既要发电又要来驱动。亏电的时候呢，它就要来发电，不能用来驱动。这个时候呢，就只剩一个电机来做驱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变成2驱车开了。所以我们这个黄金增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它的很大的优势啊，它是一个3电机全场景真4驱，它的动力啊始终能保持非常强劲，始终在线。所以这个就是后方前方互相保障哈。对。那还有一个这个特别足呢，我们是34.3度的磷酸铁锂的大电池。还有呢，6000瓦的外放电啊。那么你如果出去露营啊，这个烧烤、煮茶、泡咖啡，我们知道都离不开电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我给大家示意一下啊。比如说，如果你把这台车开到野外啊，用它的外放电功能，我们看一下啊，一个2000瓦的电磁炉啊，800瓦的烧水壶，1000瓦的烤箱，哇啊，然后再来一个300瓦的投影仪，再加一个1000瓦的咖啡机。哇！然后这些常用电器啊，它能同时带起来。哇，这个也太适合露营了，简直就是真的是实现了吃着火锅唱着歌。对，而且刚才我还忘了说了，把它都带起来，它还有余量啊，还有余量啊。所以呢，这一家人啊，我们看着就说看着电影，煮着咖啡，吃着烧烤啊，这个叫什么？我们管它叫搬家式露营，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对吧？那下面一个题板说的是，巨猛，这个就更厉害了。听说 V27的表现比200万级的硬派越野还要猛。这个呢，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夸张的不多啊。为什么呢？因为 V27啊，它这个电驱系统啊是455匹马力啊。从动力参数上看啊，跟这些这个大的豪华越野车呢其实是接近的。但呢 V27还有个特点啊，它车的轻量化做得非常好，所以车身很轻，只有2.3吨啊。那么我们的推重比啊，就达到了呢198匹每吨，啊，那么这个推重比是很大的。那么0-100加速呢，也就做到了5秒级啊。我们设想一下，这么大的车，然后0-100加速5秒级，很快了。对，它的表现是非常猛的。那么从推重比跟加速这2个影响动力体验的参数指标来看呢 ，V27在同级车中啊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动力体验呀，可以这么讲，就叫越级的标准。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一台200多万的硬派越野车，它的购置税啊，得20多万，其实差不多就能买一台 V27 了啊。要是大家想要一台和200多万的硬派越野动力差不多的车啊 ，V27 就非常合适啊，它也绝对够猛啊。对，其实我也是这次试驾过程当中深有体会。那比如说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超车啊、提速啊，其实一脚电门就出去了，推背感特别强。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一张，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说法？超省油、超静谧，看来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拿到这台 V27 之后呢，就是它开起来特别像一个纯电车，它很安静，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怀疑它这个发动机是不是都没有在工作。是的，这个就是这个。奇瑞在这方面的积累，非常静谧的发动机，那么这个黄金增程啊，我们还是说在这儿呢，确实我们这个积淀的很厚啊，它就是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这个好东西啊。它不光动力要猛啊，高效呢、静谧呢也得做到啊，增程呢要做到跟纯电接近的体验啊。那么首先在续航上啊，就非常的实在，这台车的纯电续航呢能跑到200公里啊。那么要是出远门的话呢，我们满油满电是超过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
那这个呢背后呢实际上是我们顶尖的这个油电转化效率啊，每升油呢能发3.71度电啊，真正做到了每一滴油都物尽其用。我给大家实际算一下啊，如果按照家用电费的标准啊，每公里啊它的这个成本就是5分钱啊，跑完200公里啊也就是10块钱左右，差不多呀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是啊，然后长途用油发电啊，每公里呢才3毛多啊，同样性能的燃油车啊，车价怎么也得50万以上了，而且都是大排量的油老虎，1公里呢最低也得烧1块多钱的油。对，啊，比起 V27呢是贵了几倍到10几倍啊，1年我们省下的钱啊就够全家啊做出国旅游了。真的是该省省该花花，您真是给我们用户都算明白了。是的。对，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哎，一杯咖啡的钱真的是超省油、超省钱、超省心。对，是的。我再讲讲这个静谧性啊。那么黄金增程系统啊，它进行了这个多重的优化，有这个主动降噪、无感发电，还有 AI 算法，这些黑科技我们都用上了。加上这个整车的隔音设计啊，它能做到无限接近于纯电的静谧感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它的开起来的体验啊，就有点像一台能跑1200公里的纯电车。那除了性能之外呢，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一辆车啊，就是这么一个方盒子的车，到底好不好开？指哪儿打哪儿最好开的方盒子？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啊，V27啊，可能就是最好开的方盒子，甚至没有之一啊。但要做到这一点啊，首先还是得把轻量化做好。对，啊，轻呢就是好，好就是轻。啊，对于操控来说呢，轻量化是非常重要的。V27啊是一辆5米级的大车，但整备质量呢，刚才提到了说只有2.3吨，对啊，相比很多新能源方盒子啊，它是大幅度的减重，把轻量化做到极致，这样呢，它的响应啊就更迅猛、更轻快。再有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车的布局，它是4轮4角啊，4轮4角的这个设计，加上这个车身的刚性又好，它呢就保证了它的平稳性。还有呢，我们在底盘这个调教这块我们用了叫普罗迪夫的大师级底盘调教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车本身天生的这些优势啊，进一步给释放出来了。V27啊，应该说是一台非常非常好开的方盒子，我欢迎大家呢实际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啊，大家开上了就会上瘾。对，开了就会明白了。相信每一个用户在试驾的过程当中，都一定会有自己的答案。那这个下一个题本上面我看写的是这个麦弗逊不如双叉臂嘛？哎，这个麦弗逊是什么？双叉臂又是什么呢？苏博士，您来给我解释一下。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说这个麦弗逊跟双叉臂比较啊，麦弗逊不如双叉臂。但我觉得呢，关键还不是看这个结构，还是看最后的实际的效果是怎么样。麦弗逊跟双叉臂啊，其实它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势，只是看这个适合哪个场景。这个确实是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了，您能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吗？麦弗逊悬挂其实它在很多运动型车型上用的是非常广，甚至在很多跑车上实际上是在用的它只要调教的好啊，它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而且麦弗逊跟麦弗逊之间还不一样，V27的麦弗逊啊，我们是进行了一通魔改就是做了极大的这种强化，稳定杆加强，控制臂加强，球头加强，这样呢就让这套麦弗逊悬架呀，它的操控特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再有呢 V27的这个高刚性车身和轻量化设计，让 V27呢它有着5米级的车身尺寸，但开起来呢又非常的灵活，非常平稳啊。明白了。哎，我们看到下一个题板上写的有这么一句 MRC 磁霸悬架，就是又是到了一个我的知识盲区的感觉，但下面写了一个黑科技3个字，哎，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MRC 这个磁霸悬架啊，其实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重要卖点啊。我们呢是专门给 V27呢配置了这样一套先进的悬架系统，它采用了一种黑科技叫磁流变啊，这个呀是真正的黑科技啊。因为它磁流变液它就是黑色的，所以颜色上也符合，物理上也是黑的。对，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具象的，就是电影这个毒液这个漫威的电影毒液，大家看过吧？它的样子呢就跟这个毒液差不多啊，这个磁流变的液体它能够通过磁场的变化，在液态跟类固态之间转变然后呢，从而调节阻尼强度。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而且呢，都是用在一些先进的科技领域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航天
航空啊，这个呢是个大工程，又是个精细活，它要集成很多非常精密的仪器啊。但呢，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发射啊是一个动静非常大的事儿，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又得保护里面娇贵的这个精密仪器啊，所以呢就得靠磁流变才能把那个这种巨大的震动给缓冲下来，然后呢，把里面精密的这些仪器保护好。在科学仪器跟火箭推进器之间啊，其实它有一个磁流变的隔震平台，啊，这个平台呢什么特点？就是任凭外面地动山摇，里面的精密仪器啊是毫发无损。哦。然后再说一个领域啊，就是军事啊，坦克的悬架啊，我说的是真坦克啊，就是真正的那个作战坦克、主战坦克，它呢也得用它呀才能扛住这个坦克几十吨的重量。大家知道这个坦克的重量是以10吨计的，几十吨的重量啊，所以它的悬架要承受巨大的后坐力啊，然后全速前行的时候呢，还得消化这个路面的颠簸，那么还得降低这个侧倾，提升机动性，所以这个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它也是用的这种悬架系统。还有呢，摩天大楼我们知道它也要用阻尼器啊，大型的工程桥梁也要用阻尼器，这些呢都是用磁流变减震器的，而且是效果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游乐园里有一个跳楼机，我不知道您做过没做过？我做过，这个太刺激了。对，我是不敢做，没做过，但我相信大家肯定是见过或者听说过，就是100多米的高空自由落体下坠，这个非常刺激，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得保证它安全平稳丝滑的停下来，这个靠什么呢？靠的也是这个磁流变减震。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管它叫粗活细活都能干啊，这个性能非常的独特，非常极致，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您刚才说到了航空航天，然后再到我们的军事领域，然后还有大飞机，还有这种大国重器的建造，以及这个娱乐设施，它可以说是真是一个全能的跨界高手。磁流变呀，对于这个汽车来说呢，它的应用其实是非常适合的啊。它的特点呢，它叫响应速度超快。什么概念啊？就是每秒1000次高频调节。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悬架呢，它该硬的时候要硬，该软的时候要软啊，它要进行高频的这种转换。那么所以呢，这种每秒1000次的高频调节啊，就能实现软硬之间的无缝调节啊。那么带来的体验呢，非常直接啊。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过弯道啊、变道的时候呢，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车身的侧倾，因为它就变得支撑性很强啊。然后呢，操控很精准，路感很真实啊。然后呢，现在还有很多车呀，在用什么概念呢？叫 CDC 加空簧，它是通过电磁阀控制油液流量，它是另一种方式啊，然后来调节阻尼的软硬。但这种方式呢，它就比这个 MRC 磁流变呢慢了几十倍，也就是它的软硬调整的频率啊，要远远的低于这个磁流变的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呢，它结构也复杂，但是呢，它的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呢就不如 MRC 好。所以 MRC 呢，这个阻尼调节呀，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调节范围是 CDC 的好几倍啊，它的调节范围也特别大。所以呢，它就在不同的场景下的适应性特别强。整体的能力呢就比 CDC 高出了一大截。那操控方面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家庭新硬派，咱们还得看一看它的越野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外形设计呢是非常有越野风格的，但是呢，既然有越野这俩字儿，它的性能也得拿得出手。对啊，我们刚才反复提到过呢，V27实际上它轻量化做得好，重量轻。其实对于越野这个场景来说呀，轻量化是非常重要的啊。车轻呢，对于越野的这个爬沟啊、过坎啊、脱困呢，就会更轻松啊。这个其实大家一想就很清楚，就是一个身轻如燕的状态，它在这种复杂地形中，它就是有优势，它就是灵活。但是大家也会想呀，会不会重量更重的越野车它就会更结实，然后轻的越野车它就不够结实呢？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大家都说啊，越野车就得是非承载式车身，没大梁就不叫越野车。那 V27是越野车吗？如果从严格这个意义讲那 V27它的确不是越野车，我觉得 V27呢是一台有越野风格的车啊。我们希望的呢，实际上是在 SUV 跟越野之间呢找一个过渡的地带，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绝大多数场景的需求啊。其实这台车它并不是要去挑战越野极限的啊，我们在产品的设计的原点上呢就是这个思路啊。那么 V27虽然是承载式车身，但是相对于普通的越野车呢，它也是做了针对式的
整车加强啊，比如说在塔顶啊、纵梁啊这些关键部位，它都做了特别的强化。然后呢，让这个车身的刚性、抗扭强度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一点呢，它就远远高于一般的城市 SUV 了，甚至啊，不输给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的这个传统硬派越野。我们也知道呢，整个这个汽车行业啊，随着材料、技术、工艺的进步呢，汽车车身的刚度跟可靠性啊，其实现在啊，已经不能单纯的用承载式跟非承载式来做这种简单的划分了。我给大家举个典型的例子吧，就是在今年的达喀尔拉力赛上，就是一款承载式车身的车，直接碾压了一大票非承载式车身的对手，拿下了大赛冠军。这个的确是创造了历史。我们知道以前这个达喀尔啊，就是非承载式这个车身的硬派越野的天下啊，所以呢，结构类型啊，我觉得只是实现方式，强不强呢才是结果。关键还是看结果。没错，能在这个提升强度的同时啊，做到轻量化，确实非常的厉害，也特别的不容易。那除了车身的刚性和轻量化，我看基本上还有那么多都和越野是相关的。V27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离地间隙比较高，达到了220毫米。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啊感知不太具象啊。那么其实一般的城市 SUV 啊，它的离地间隙是150毫米到180毫米啊。相比之下呢 ，V27的这个高度优势啊就特别明显。那么不只是城市路况啊，哪怕是在野外的陡坡啊、沟壑这种啊这个有一定障碍性的这种路面啊 ，V27都是能轻松应对的。其实这个离地间隙啊，已经是专业越野车的水平。V27的这个通过性真的是天生就有优势。那在真实的越野场景里，比如说爬大坡啊、脱困啊、交叉轴也是非常常见的场景。那 V27的表现又怎么样呢？在这些场景里啊，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四驱，啊，就是这个四驱的性能。电四驱啊，一直是 iCar 的这个看家本领啊。我们在通过电控来调整车的这个四驱能力啊，这个我们是有非常好的累加了非常好的经验的。那么在 V27之前，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我们的 V23了，那个呢是一台 A 级纯电的方盒子。它的四驱和通过能力啊，在用户这个口碑里啊，它一直是很稳的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拿着它跑烂路、跑非铺装路，甚至拿着它去刷锅啊，就是这种我们在越野圈里常说的刷锅，就是这种非常有挑战的这种地形啊，它的表现也是让人惊喜的。那么到了 V27啊，我们是把这个强项呢继续加强。我们这次呢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啊，核心是2个点啊，一个是四驱的标定能力啊，然后呢以及针对更高负载、更复杂工况，我们把整车又做了强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定对四驱很重要吗？是的，是的。那么标定啊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四驱啊，它这个输出的逻辑呢，它要跟实际的场景深度打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公路啊、爬坡、豁泥、冲沙、脱困这不同的场景啊，我们都得针对性的去调整车辆的这个驱动逻辑。那么 V27啊，实际上它跑遍了各种各样的越野场景啊。我们说自己是泛越野车啊，但极限场景呢，必须要针对性的做标定。比如啊，在这个湿滑路面 ，V27的裂隙四驱系统啊，它会实时的判断每个轮子的抓地情况，然后动态调整啊前后轴、左右轮的动力输出啊，分配速度呢是毫秒级的啊，确保呢不打滑，因为我们知道一打滑这个动力就损失了啊，它要确保不打滑。如果我们开启越野模式啊，这个脱困场景，在脱困场景里，比如说我这车旋住了，我现在要出来，那么这个四驱呢会配合上轮边电子下滑，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一旦我这个轮子悬空啊，比如说这个轮子悬空，系统呢就会把这个轮子锁止，快速锁止，然后把多余的动力转移给这个跟地面有接触、抓地力更好的轮子。然后呢，在爬坡的时候，比如说爬坡场景，那4个轮子呢就完全锁止啊。这个4个轮子都可以用这种非常低速大扭矩的输出，这样呢，我们把爬坡的能力呢做到了100%啊，它能爬这个100%坡度的坡。电四驱加越野模式加轮边电子限滑，这个呢就是 V27的超强通过性啊。
然后呢，它也有超强的脱困能力。就是您刚才提到了 V23，我特别有幸，就是在那一年冬测的时候，我也开了咱们的 V23，然后今年冬天呢，我也开了这个 V27，就是真的只有大家试驾这个车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四驱啊，这种通过性啊，这种脱困能力到底有多强。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更高负载、更复杂工况的整车强化，那 V27都去了哪些地方呢？考验这个越野的可靠性啊，那肯定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啊，它一定得去这个真实的场景。我们仅仅在中国啊，V27就跑了新疆难度非常大的140公里的碎石戈壁啊，连续验证了200多次不同地形的驾驶场景。在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我们连续跑了1个月啊，还有这个东北的冰雪陡坡、云南的这个泥泞雨林等等啊，这各种路况都体验了一遍。不光这个考题多，考题还特别难。是的，是的，是的。这些测试场景啊，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用户日常遇到的路况。V27的可靠性啊，其实就是在这种叫所谓远超日常的极端环境下打磨出来的。这样呢 ，V27才能给大家提供更大的可靠性的冗余。刚才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家庭新硬派的词啊，这可以说是把这个硬派彻彻底底的给做实了。是的 ，V27啊，它应该说不是传统的硬派越野，但是在轻越野、泛越野场景里啊。V27是完全能够轻松应对的，它的能力呢获得了中汽研，含金量满满的官方认证啊！对，这正好是我们中汽研的一个专业的越野分级测试的证书啊，我们看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V27呢获得了 L3进阶级越野认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泛越野级别啊，这个证书呢是原版证书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所以呢 V27的确是比一般的 SUV 啊要野多了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实地测试的越野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实际看一下 V27的越野能力。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啊，我感觉我只在城区里稍微的跑了跑我们 V27，还真是远远的没有发掘到它所有的潜力哈，我都已经不想还车了。那这段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V27就像一个现在大家都常说的6边形战士。那它不仅有自己的独特性呢，实力也特别的全面。那聊了这么半天，您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好的，好，我们这儿呢也有这么一块题板啊，然后呢应该说可以完美的回应这个家庭新硬派这5个字啊。那么家庭新硬派呢是 V27创立的一个新品类啊，什么概念呢？就是设计、动力、操控、智能全能无短板啊。我们就是想造一台不一样的车，让每款车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V27呢，我觉得首先啊，它有一键清新的未来经典设计啊，这个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它还有呢高颜值大空间，能在旷野上给你一个家的温暖的感受。还有呢一套超级黄金增程，叫可油可电可远方啊。然后新硬派的操控体验，让它成为最好开的方盒子。全能硬派的实力啊，实际上核心是全能这2个字，那叫能够满足全家人的各种需求。周末露营装备随便装啊，长途旅行孩子在后排玩得很开心。V27呢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庭乐园，人见人爱啊。V27呢核心用户画像啊，典型用户画像，我觉得可以叫不甘平庸的先锋家庭。这个是这些家庭用户的绝佳选择啊，它能陪爸爸去夜野撒欢啊，让妈妈呢享受舒适空间，给孩子创造探险的乐趣啊。V27呢就是要成为全能硬派，然后全家都爱的生活好搭子。我们啊邀请了几十个家庭，有2口之家，有3口之家，还有5口之家啊，都有。那么他们开启了一场啊从北到南的 V27出行体验，最北啊到铁岭啊，最南呢到海口。V27究竟是不是能做到全家都爱啊？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的真实体验。好。
书本里有的，路上都会看到，但是路上有的，书本里可能永远也翻不到。阅历真的是要从小培养，在路上慢慢感受。这个地方，他们土地干燥会出现这种裂痕，水是可以溶蚀的。1万年水在这个石头上，郑朋友们，你看那边那个。后排空间也挺大的，中午睡觉来。它有4个座椅加热，哎，这就很舒服。Born to play。 Born to play， Born to play 什么意思呢？生来就是去玩的。哎，生來就是去玩的。緊唔緊張啊？唔緊張。記得一個要求，認真啲，用隻眼去睇下呢個世界。加油仔！我都覺得我哋部車好靜，一啲風噪都冇。就因為呢架車咧，佢有5塊雙層夾膠玻璃嘅，咁啊，所以架車真係隔音做得靚。哇，咁犀利㗎！我哋嚟真正嘅幸福生活咧，就係差一台。1、2、7，喺後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啊，一家人的笑容啊，就是这个全能硬派、全家都爱的最好注解。但是呢，我也关注到您这个板子里面其实还有一点超级猎鹰700加好像还没说，那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呢？这个呀是我们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目前呀，智能辅助驾驶呢已经成为用户非常核心的需求了。说到这儿呢，我就请上我的老朋友了啊，我想啊，他已经等不及了啊，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见面了。那是谁呢？他就是地平线的 CEO 于凯博士。于凯博士，听到苏博士的邀请了吗？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凯哥，你在哪儿呢？快来快来！来，卡卡林，该我们上场了。领航辅助驾驶已激活。欢迎于凯博士，那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的，宇泽好，苏博好，观众朋友们好。为不熟悉的观众朋友们要再次介绍一下啊，iCar CEO 苏俊博士是艺术设计学博士，地平线 CEO 于凯博士是计算机科学博士，先锋设计加顶尖智能，两位双博士 CP 之前还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苏于组合，共同出道。好，刚过完年啊，大家餐桌上啊都少不了炸苏鱼。对啊，也希望大家呢能记住我们这对苏鱼组合。在这里也给大家拜一个晚年。我们的这个玩偶再稍微往前2步，给大家看清楚啊。这个小家伙特别可爱，是于博士带来的。你看眼睛圆圆的、萌萌的，好可爱啊！它叫什么名字啊，于博士？它是我们给 V27设计的智能伙伴，也是地平线 HSD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形象 IP， 它叫卡卡林。哦，卡卡林你好，是不是很可爱、很萌？有它的陪伴，一定会让我们的驾驶更加的有趣，是大家出行的好搭子。iCar V27呢，就是苏于组合携手打造的全能家庭新硬派。那苏博士刚刚也已经剧透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 V27的辅助驾驶。首先呢，我要先问一下苏博啊，iCar V27是一个硬派风格的方盒子 SUV， 前面呢您也讲了很多的操控啊、越野啊这样的亮点。可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好像说这个方盒子车一提到就会想到是那种硬朗外观、大空间啊、越野这样很硬的一面，而不是说辅助驾驶这样的智能科技。那刚才我们还看到啊 ，V27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HSD 形象 IP 卡卡零，画风就特别不一样。那我就很想知道，那我们的 V27硬核性能已经非常优秀了，那为什么还需要一套顶尖的辅助驾驶系统呢？方盒子车啊，大，大家呢都喜欢。看到 V27呢，大家的第一个想法肯定就是全家人一起开出去旅游。比如呢，从北京啊到秦皇岛的阿那亚啊，相信呢有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路上的风景啊确实很美，但跑长途堵车的时候呢，又要反复的踩踏板；不堵车的高速呢又很无聊。啊，总之呢就是又累又耗神啊，让大家本该放松的旅行啊变成一种负担。对，还有呢，就是 V27啊，作为一台5米长啊
2米宽的大车。那对于新手和女性车主来说在狭窄拥堵的道路呢，特别是还有侧方停车这些场景，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比较担心呢碰撞剐蹭。有了辅助驾驶就能解决这些实际用户的痛点。长途穿越旅行呢，领航辅助能让我们放松手脚不会太累。到了地方呢，还有精神出去玩。日常城区的通勤停车这些场景呢，让新手或者女性用户呢又能少一些紧张，多一些安心。我们希望呢是用更先进的辅助驾驶，让大家体验更多生活中的美好。但现代市场上很多车虽然有辅助驾驶，实际体验差别很大。传统方案呢，往往存在着什么呢？叫急刹、急加速、变道生硬，不够丝滑流畅。虽然功能可以用但用起来呢，反而让人觉得紧张用户不敢用。V27搭载的超级猎鹰700加是我们和地平线联合开发的，基于增程6P 芯片和 HSD 算法，它的体验绝对是硬派方盒子上前所未有的。我们呢有2个标准第一个是安全，这个是底线；第二个呢是拟人化，它的驾驶风格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刹车平稳，变道顺滑，过弯居中，让使用者感觉呢，这个和我要做的动作呢一模一样。达到这种体验用户才会真正放心。背后的技术亮点我们请凯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为了让咱们 V27的辅助驾驶，咱们的用户用的放心，用的爽，搭载地平线软硬结合技术的集大成者，地平线 HSD， 它的底层的话有增程6P 560 TOPS 的强大算力芯片的支持，并且搭载了27颗高精度传感器，它就像有了聪明的大脑和敏锐的眼睛，它更有真人司机般的智慧，行业领先的争议段式端到端大模型架构，让 V27有了像老司机一样开车的技术和智慧，能够超人反应、类人思考、拟人控车，打造第一梯队的人工智能辅助驾驶体验。那听完了2位博士的介绍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期待。那2位之前在云南丽江已经做过一次 V27辅助驾驶的测试验收了，在丽江晚高峰的城区山道中 ，V27辅助驾驶已经有了非常亮眼的表现。那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还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更多的亮点呢？除了安全和拟人，还要呢有路就能开，全国都好开真正的全场景。丽江测试只是一个地方，我们在全国多个城市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测试，其中呢就包括辅助驾驶的终极考场重庆。哇，重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V27的辅助驾驶在重庆的表现又怎么样呢？
这个繁忙又灯火通明的洪崖洞啊，不愧是魔幻山城重庆。那相比丽江，这个车流和人流都上了一个数量级。在视频当中啊 ，V27辅助驾驶无论是在夜间识别红绿灯，还是更复杂的环岛等场景啊，都处理得非常流畅。那也想请问一下苏博士啊，平时我们在网上其实也经常能看到不少类似的辅助驾驶的测试视频。那外行人看上去都差不多，那 V27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如今这个辅助驾驶技术的竞争啊，已经从高速 NOA、城区 NOA 这种单纯的功能落地的比拼啊，到了比拼实际体验的时候。确实啊，大家能看到很多类似的视频，功能呢大同小异，但是它的难点啊是在体验上如何更进一步，更像真人，让用户呢能更放心、更舒适。真人感、超丝滑是 V27辅助驾驶的突出优势。在重庆，应对繁忙的车辆行人拥堵，各种加塞儿、变线、车辆超多的环岛都要保证安全。但呢，慢不等于安全。V27的辅助驾驶啊，它能做到该快就快，该慢呢就慢，加减速平顺啊，它的速度啊是线性变化。也就是说，像真人一样啊，控制油门的感觉啊和刹车的感觉，它没有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那种机械感。此外啊，安心感呢，还体现在出色的人机沟通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车机 HMI 界面上行驶路径的箭头，即将减速啊，会显示一个反向箭头，直观地告诉你识别到了风险啊，车辆正在减速。路上的行人、大车甚至小狗啊，都能精准的识别，让用户做到呢心里有底。所以总结起来啊，就是辅助驾驶从最开始的比谁功能更快落地，谁能先实现从高速到城区的全覆盖，现在就变成了比谁开得更好，谁开得更像真人，更让人安心。确实是这样。那除了有繁忙而美丽的洪崖洞啊，重庆之所以被称为是魔幻山城，在于交通场景非常的复杂，甚至有很多别的城市都见不到的场景。那接下来难度会再次升级，来看一看 V27辅助驾驶在重庆特色交通场景中的表现。
不愧是山城重庆啊！这段视频就特别的有特色，比如说像那种特别狭窄的道路，要面对各种行人啊，还有路边停放着的快递车，还有上下坡啊，各种比较角度刁钻的路口。那 V27作为一台近5米长、宽2米的大车，表现的真的是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对，是开起来还特别的灵活。对，这么窄的路啊。对，那请苏博士也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的这些场景当中，最能表现 V27辅助驾驶的那些亮点能力在哪儿？好，要以这个真人司机的标准啊，这些场景呢最考验的是2个能力啊，一个是预判啊，一个呢叫博弈。对，在重庆这么狭窄的道路上啊，面对各种这个叫盲区拐弯，需要驾驶者呢要及时预判，时刻根据环境呢调整一下策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前面呢临时停一快递车，对。不要等到离得很近才猛打方向，对吧？因为我们真人不是这么开车，对，而是呢远远看到，提前调整方向，同时呢还得观察后面有没有车，对啊。HSD 啊，在视频中啊，我们看到就表现出了这个类似于真人的预判，类似于真人老司机，对，就是非常像真人，他提前预判，对，他根据环境啊，他能及时的调整这个行驶轨迹，然后还有一个那更难，更难的是啥呢？是博弈。博弈。那么和这个车辆、行人啊，甚至路上的这个小猫、小狗、小动物啊，进行动态博弈啊，进行谈判。对对对，然后呢，及时调整这个加减速啊，而不是单纯的啊，只是谨慎的就把速度放慢啊，甚至就停那儿不动了。对，我们想象一下，其实我们真人啊。是不是这么开车的？对，刚才听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开车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先做一个预判，所以我们平时自己开车的时候是这样做预判的。那辅助驾驶其实也更是要预判和您刚才说的博弈。那这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本能啊，就是一边开车在一边寻找的机会。对，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车载计算的大脑里面，也像人类大脑一样，有一段是端到端的人工神经网络，我们叫深度学习大模型。那么相比传统的智能辅助驾驶，他们用的是基于规则的这种架构，就是说 if then 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明白。那这种的话呢，就是用这种限定的规则去模拟纷繁复杂的道路场景，那远远不够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段式端到端的智能驾驶的人工神经网络大模型，它的突出能力在于拟人性以及这种博弈能力。它通过环境的建模，以这种道路的路径的拓扑结构的这种实时的推理，它能够构建我们在这种比如说路口，在这种环境下它的风险的概率图，同时根据感知系统因为有27颗这种高精度的这个传感器，它持续的去预测旁边所有车辆跟行人它的动作，它既保证了这个安全，同时的话呢，又保证了驾乘体验的类人感的舒适性。感觉跟以前的那种智能辅助驾驶相比，它更智能了一些。它不光预判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它还能在这个情况当中自己做出一些规划，做出一些改变。是的。那感觉于博士刚才提到了很多次这个端到端架构啊，但是有很多不懂技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端到端好像就是车位到车位，但是这2个概念其实是他们混淆了，对不对？是的。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来一个博士科普小环节，请于博士为大家进行一下科普。那到底什么是端到端架构？对，这里面的话确实有一些混淆。我们讲车位到车位，其实是物理世界的功能落地，就是从 A 的车位到 B 的车位。那么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它也是端到端。可是我们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讲神经网络的技术架构的时候的端到端是另外一个意思。端到端的技术架构，它指的是虚拟的技术世界的逻辑，系统的逻辑。做个类比，传统的规则架构的话呢，就像多个不同的人来帮你开车，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有无数的规则在互相的冲撞，互相的矛盾。那有的时候你会体现在这个车的这个方向盘在辅助驾驶的时候，有很多系统，它就不停的在晃动，很犹豫，就好像是有一个司机在负责看路，有一个司机在负责这个转方向盘，而他们的意见还不一定一致。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信息的传递的延迟大，而且每个模型都基于生硬的规则，那体验不好。那我们讲的这个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端到端，就像我们人类开车一样，就通过一个模型
一个大脑来执行预判、执行规划、执行驾驶，它信息的传导的效率更高，更加的一致，它的体验呢更丝滑，有本质的提升。既然您说到了啊，像真人一样的去思考，那重庆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比较罕见的这种交通标识。那第一次在重庆开车，可能老司机都真的要去思考一下了。那对我们有很多情况可能会比较特殊，跟别的城市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假如说我第一次要去重庆开车的话，可能会特别小心。本来可能我是一个激进的女司机，但如果在重庆，我可能也要减速，稍微思考一下这些情况到底该怎么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的场景。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串联掉头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视觉效果。它的驾驶技术其实难度并不大，难的就是在于别的城市没见过，它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对，那 HSD 呢，在这里就像一个轻车熟路的当地老司机在带着我一样。重庆的老司机。对。那苏博士在这里，咱们已经提前采集过刚才那个标识数据了吗？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特殊的优化处理呢？这个呀，真没有。传统规则导向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确实需要这个先采集数据啊。不过试想一下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城市啊，每个城市呢又有自己的交通特征。对。那么其实每一个城市啊，它在不同的时间点，它也是在变化的。对。所以如果你想把所有的场景都采集到啊，这个对于凯哥啊，对于地平线研发同学来说，我觉得恐怕叫压力山大，肯定做不到。重庆山城的压力山大。是的。所以在这里呢，那个 V27啊，其实啊，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啊，他看懂了串联掉头的标识啊，结合着车道呢和其他车辆的动作呢，做出了正确的掉头方式啊。这个很像咱们自己学开车，考科目1啊，记住基础的交规啊。这只是第一步，真正开车上路啊，要不断的去学习。实际上，它要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不仅要读懂规则，对吧？而且呢，你要利用你的这个作为人的能力去看懂这个世界。对的。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特别好奇啊，我们 V27到底是怎么来做到这一点的？那它背后的技术原理，还是要请凯哥来为大家讲一讲。确实是这样。在里面的话呢，我们用到了端到端叠加 VLM 大模型，就是 Vision Language Model。在海量数据的训练下面的话，系统会涌现出大量的场景的理解和泛化能。所谓泛化，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场景，你也能够理解它。那么 HSD 能够像真人一样，他看懂咱们这个串联掉头、潮汐车道这些特别的标识。即使是之前没有见过的场景，他也能够去理解，并且及时的反应，做出正确的驾驶的动作。他就真的是在像真人一样的去思考。对，那除了端到端，于博士刚才又讲到了一个新的技术名称 VLM。对，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技术小白们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VLM？简单的说，端到端呢是我们讲快系统，就是人类大脑有2个系统，一个叫快系统，一个叫慢系统。快系统就是直觉，慢系统的话呢就是思考，但是更复杂、更加的强大的泛化能力、理解能力。比如说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那我们通常就会用这个慢系统。那么这个 VLM 就是慢系统，它是一种通识理解能力的外挂，是给快系统提供复杂的场景的角色建议。那么 VLM 呢，让辅助驾驶系统拥有了人类大脑级别的理解能力，它自带常识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够基于环境和交通的标识牌以及周边的全面的情况进行复杂的逻辑推演和分析，从而做出的话呢更好的决策。它更像一个眼神极好的老司机他比如到了重庆，他就是重庆的老司机；他到了北京、朝阳就是朝阳的老司机。
所以说这个 VRM 就很像是一个真人，然后他的思考、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而且还很快，非常全面。所以于博士讲的真的是非常通俗易懂啊，博士不愧是博士，完全没有讲到这些技术的难点，但是就让我们明白了 VRM 到底是什么。那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很好奇，接下来在魔幻山城 VR7又会遇到什么样没有见过的场景呢？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是汽车坐电梯钻进了地下。哇，是。那这个的技术难点在哪儿呢？有导航地图不就可以了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那我只要有了地图，我怎么可能会迷路呢？但是啊，我也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无图辅助驾驶 ，HSD 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再请于博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无图辅助驾驶到底需不需要地图呢？这里面业界讲的这个无图啊，这个图。说的是在技术领域里面，特别指提前采集好的3D 的，并且是厘米级的高精度地图。它就像一本非常详细的路书，书本的书。那无图呢，就好比你开车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没有带这种详细的、提前采集好的高精度的路书，但是呢，你依然有手机导航或者是普通的这种精度的地图。知道大致上面这个路这个方向怎么走，更重要的是说，你的眼睛和大脑的话是实时的看路，识别这个周边的物体啊、车道线啊、红绿灯周围的这个车辆。那么 HSD 的话，就是不依赖这种传统意义上面的高精度3D 地图，叫路书，它主要是依赖自己的车上面的摄像头、激光雷达这些眼睛，然后呢，像车载的这种计算560T 的这个大算力的这种芯片，包括我们一段式端到端的神经网络，像老司机一样的实时感知跟理解周边的路况，它及时的做出决策，而不是重度的依赖那些提前就采集好的这种厘米级的高精度地图。那如果你是完全的依赖提前采集好的高精度地图，那突然一下发生，比如说这个地方在修路怎么办？那你就跟事先录好了就对不上了。是的，对，那你就有可能，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话呢，像在这个其他地方，就是一旦是发生修路，传统的这些辅助驾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在我们重庆的地下隧道 ，HSD 的话就是综合的基于导航地图、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来选择正确的路径。咱们呢看了刚才这个视频，相信重庆的朋友们以后进入地下隧道就可以用 HSD，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容易迷路，而且包括这个道路可能它会有一些变化，就让我想到了之前很多人可能都会在这个火星公路那块迷路，就是因为它有的一条道是通往无人区，有一条可能它又转回来了。所以如果要是说没有咱们这个精准的这个 HSD 的话，有可能很多人都会在那儿迷路。那最后一个视频我们看一看，又到了哪儿呢？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重庆标志性的这个复杂的立交桥，对，那同样是对新手司机来说特别具有挑战性。是啊，极具挑战性啊。那么这种场景啊，它叫层次多、岔路多啊，一旦选错啊，就很难补救回来。这是个超级复杂立体结构啊，选错了估计就开到成都去了。对，我知道这个一旦走错，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回来。对。那么它的难点啊，这种场景的难点呢，就在于多层立体结构，横纵双向的立体控制，以及密集车流下对实时感知和决策的极致要求。是的，这个考验系统对复杂立体路网的三维理解能力，多层结构下的全局的规划能力。系统呢要能够持续的构建道路的层级关系，对上下层的道路匝道它的拓扑结构进行连续的稳定的解析和识别。那么一段是端到端的架构，车辆可以在驶入立交桥前就能够完成对路径前方的前瞻性的预判，并且根据实时的车流的动态优化，通过策略在复杂的这种立交结构中的话，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执行，就像人的反应一样，它要连贯，就像一个人一个老司机在控制全局啊。此外的话呢，它还要有精准的感知，及时的预判。对于高架这种大曲率的这种弯道啊，以前是很难做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系统它的实时决策的连贯性，因为它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看，不断的解析它的拓扑结构，不断的判断它的曲率，同时的话呢，完成这种全车的这种控制。刚才听您讲的这些，我就想到，不光在重庆，其实在北京的这个西直门立交桥，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春节的期间呢，我体验这个车的时候还没开到西直门，那到时候呢，我得再开着我们 VR7到西直门稍微体验一下。对的，那这又让我想起来啊，刚才这个苏博士所说的 VR7的这个辅助驾驶是一个非常能让人安心，然后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能减少这种不稳定感、不安全感的这么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对的，用辅助驾驶啊，它肯定能让我们的这个旅程啊更安全啊、更安心、更放松，对，享受这个整个旅程的愉快过程。对的，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是的，是的。那么 VR7辅助驾驶在重庆的测试我们就已经看完了，不过我感觉啊，刚才好像都是这种非常复杂的场景。那即使刚才苏博士已经说了没有提前做过优化，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可能会不太相信。对。那为了验证 VR7的辅助驾驶到底是不是真的靠谱啊，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大题，就是一镜到底，来挑战一下北京晚高峰的通勤。师傅好。今天啊，我开着 iCar VR7带你体验一下北京的晚高峰。是在咱们望京这个区域吗？对对，最有代表性的时间，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哇，期待。好，有点意思。好，我们上车。好。哎呦，帅呀！辅助驾驶激活。好，已经激活了。从停车场就直接就激活了啊！对，这是个大路口。对，它要识别出来就是哪儿可以掉，是吧？哎呦，这一把，可以。望京这个路还蛮复杂。这个路还不是那种规整的哈。啊，你看，不是那种规整的。行人的。哎呦，这个非常的 gentle。我觉得这对于行人的这个有一点。对。是吧？有点人的感觉。是，就我们尽量的先让他，他首先是，然后他让我们的话呢，我们再走，而不是抢道，对吧？确定先让。对。今天我觉得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车，但这个极限情况还是挺多一点。对。
应该现在要插控了，对吧？要插控。插控。这个没有独立左转灯，对，其实对支架的这个日常表现还是蛮有考验。在望京这种路口还挺多的，是吧？对，你看我们刚才碰到好几个了，对，你看每一次都很稳。对。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老司机的感受，对吧？没有突兀的动作，对，很顺滑。顺利返航，对，特别的丝滑。哎，凯哥，哎，是吧？这一圈下来啊，我是深有感受。我以前啊，老觉得支架呀，可能得炫技，对啊，做高难度动作，对。但今天跑下来啊，我觉得这种稳定无感老司机的感觉，才是我们真正生活中的日常。我们持续提升，持续提升。让这个车的话呢，不仅是有温度的，不断生长。对，不断软件将来可能呢是在，对吧？极限条件下，能够炫技炫得更好。你还是想炫技？北京的晚高峰啊，我可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工作地点在东边，对吧？是的，相信每个人都是感同身受。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在东边，然后家在西边，哇，每天这个通勤真的是太绝了。不过相比说重庆那些窄路啊、大曲率的弯啊，更多的好像是说北京的交通它是非常的拥堵，那好像难度并不是特别大。那 HSD 的表现更多的是稳定，好像并没有太多这种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对吧？我们呀，实际上在这种场景下啊，是真正的回归真实。这个驾驶辅助啊，其实它不是炫技，对吧？你看这一段路程1个多小时，就是我们这个日常上下班的最普通真实的场景，每天的通勤。对，那么你看我们全程没有接管啊，大家日常通勤啊，其实大多时候呢不会遇到什么鬼探头的这种极端场景，然后困扰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核心啊，还是这些看上去平淡，但是呢，要集中注意力，是吧？然后频繁的这个踩油门、踩刹车，这种非常让人烦恼的这种堵车情况。HSD 啊，它能够稳定的、无感的啊解决这种情况啊，让我们通勤路上呢很放松。对。想想确实是这样啊。自己在上下班的时候，大家最烦的其实并不是开车这件事儿，而是拥堵这个事儿。就它会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又紧张又疲劳的状态，而且很无聊。对，我就是得一直注意着前方的车，而且还得保持跟它的这个安全车距，然后得不停的踩刹车、踩油门这种。对，所以呢，说看了最后这个视频啊，估计很多朋友们都要种草我们的 VR7了。那这里可能还会有观众想问啊，说在北京、重庆 HSD 表现的这么好，那在自己的城市能不能也是一样的？因为可能有的观众会听说啊，之前有一个说智能辅助驾驶开城的概念，就是说自己在网上看到宣传之后啊，结果买了车回来，发现自己的城市还要再等着 OTA 升级。那想问一下于博士，那咱们现在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买了这个 VR7回来，发现在自己的城市不能用。其实啊，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开城这个概念已经是过时了。对，就是这个技术啊，现在已经是一日千里。到今天的话呢，其实智能辅助驾驶已经不存在开城这个问题了。因为以前的话呢，是基于规则的算法，并且依赖高精度地图。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我没有扫过高精度地图，那它就不能开。还有说我这个规则呢，没有针对这个城市专门去调过，那我觉得也不能开。那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本来就不依赖高精度地图了，对吧？而且的话呢，我们也不依赖规则。对吧？它所有的这个驾驶行为，其实都是从这个，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或者是杭州啊，或者重庆啊这些的用户的行为去学习，这些泛化性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可以说，简单一点，就是现在的话呢，是全场景、全天候体验，它是非常的高度的一致。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跟苏博士也经历了，对吧？丽江，对，重庆，还有其实很多的这种乡村小道。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系统啊，真的像老司机一样，像真人一样，他看图，像人一样的思考，真的就做到了，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城市啊、乡村啊，这个我们上次好像还开到雪山上面去了，是吧？对，哇，也是，对，其实就是那个路好像还塌荒了。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走的这条道的话呢，路就全部塌荒了，
所以只有来向道就是半边路。对，然后我们能够像真人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是规则的话，就是说，哎，怎么办？没有看过这种情况，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是的。那我们现在去一段式段，他就像老司机一样，然后走过去，哎，绕过去，又回到自己的主路。那走了前面又一群羊。对，你说羊我们在北京也没见到过，但我们当时也处理的非常的那个。是的，是的。有路就能开，没有好像是没有路也能开。就是虽然好像没有到过一段道路，但是它出现了问题之后 ，VR7 还是可以比较机智的去解决，就像真人一样，我看到一个什么场景，我赶紧去运用我们自己的大脑来解决掉这个问题。它真的就很像一个真实的人在开车一样。它就像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概念叫 agent。agent 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帮你解决问题。对，它不是说像被动的，我教他这个做，教他这么做，那是老的人工智能技术。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话呢，它真的是说它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说相信您刚才这一番解释啊，也打消了很多观众的疑虑。那 VR7的辅助驾驶是买到即可用，无论是高速长途还是日常的上下班通勤啊，都能时时刻刻陪伴着大家。对的。那最后呢，我们要再请两位博士啊，用简短的几句话为大家总结一下 VR7智能辅助驾驶的表现。VR7呢，我们可以这么描述啊，叫真人感超丝滑就是对它最精准的描述。对它绝对是呢方盒子 SUV 中辅助驾驶的第一团队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不管是特别窄的小巷子，还是这种复杂的这个立交不管是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平淡但又烦躁的拥堵还是去这个陌生城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路况反正有路就能开，而且开得好。对我觉得呢，这个是一种叫什么呢？叫无感的科技。然后呢，又是有感的关怀。对它是融入你生活，但偶然间呢，又能让你感觉到科技对人的关心，一种温情感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就能够足够的安心，足够的放心。这套系统它是真正的智能普惠它不会像其他的这些有一些品牌所谓要额外付费。我们是真正想做到大家这个买得起用得上不用多花钱，体验呢还绝对不打折扣讲再多呢都不如亲自去试试。对，那么等 VR7上市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切身的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超强的辅助驾驶。是的，其实就是越好的服务，它能服务越多的人，它才越有价值。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对，那于博士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做到这样它的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什么呢？技术上面我们主要做了2件事情。第一的话是给 VR7装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大脑。我们地平线的增程6P 芯片，可以说不光是在国产芯片，是在全世界的辅助驾驶芯片里面，它的性能都是巅峰级的水平。那它的算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60 TOPS， 就是560万亿次每秒的计算的这个速度，它让这个系统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去感知、去预判、去做决策，这个是安心、舒心开得爽的一个前提。第二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个大脑更懂中国复杂的路况，无论是北京、上海、丽江，还是去这个玉龙雪山那它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算法的话呢，懂场景，并且我们请了很多国宾级的老司机，他的这个驾驶行为作为我们的训练数据并不是说普通用户的这种驾驶的行为，所以他真正的像老司机一样的话呢，能够做预判，能够就是丝滑的去掌控各种复杂的局面。那超强的算力，再加上一段式端到端的这种大模型算法，所以它真正的实现了，就是刚才苏博士也都讲了，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你是无感的，是隐身的，是的，对，但它的体验的话呢，又是无时不刻的伴随着你，它浮现的，所以你感觉不到是一个机器在控车，更像是一个可依赖的小伙伴在开车。其实我们做过这种盲测，就是说我们让测试者坐在车后面，然后呢他把眼睛给遮住，让他来看对比，比如说这个是老司机在开，还是这个 HSD 在开，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图灵测试，所以就是这就图灵测试了，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引用地平线一直以来的一个技术的信仰，就是技术的价值，它并不是说让这个车或让这个机器更强大，而是让我们每个人其实更伟大。给你这种不被技术打扰的自由，它变成你温暖的习惯，陪你从容出发，安全抵达。没错，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啊，国宾级司机的感觉啊，怪不得我在春节期间在体验 V27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稳。原来是有一个国宾级的司机在帮我开车。是的，我爸爸妈妈奶奶都觉得，哎呀，这个 V27开的比我自己要好多了，不然我自己那深一脚浅一脚的刹车，他们是真受不了。我再说一下 V27的卖点啊。V27呢，它卖的叫独一无二的未来经典设计它卖的呢。第一个是高颜值大空间然后呢卖的是超级黄金增程，还有卖的是操控体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卖的超级性能，另外呢在科技力量上呢，我们卖的是远超一般 SUV 的越野能力，卖的是辅助驾驶第一梯队的实力。对iCar 呢就是希望把最具特色的产品用最好的体验带给全球用户，带给全球的每一个家庭。V27全能硬派的实力绝对是全家都爱的选择。对。那广告我们已经打完了呀，就要替大家来问一问，在国内 V27到底什么时候上市？那它的定价是多少呢？这个很快了，很快国内上市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太好了。iCar V27将于3月13号正式上市，最终的价格还请大家关注 V27的上市发布会，大家敬请期待。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啊！那今天2位博士的解读，一定让各位都对 V27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那今天是元宵节，大家一定都在准备晚饭了，一家人团团圆圆闹元宵了。那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那今天2位博士也很辛苦啊，我们准备了元宵，正好我们用 V27的这个外放电功能一起来祝元宵，好不好？好。凯哥和宇哲也辛苦了咔咔铃呢也辛苦了。那现在呢就让我来呢给大家煮元宵。来我来揭开。好哇，热气腾腾啊！对，而且是柿子的形状，事事如意。
我这新车怎么样？真不错。咱这新车首航准备去哪儿啊？你们想去哪？快看，营地有篝火派对呢，想去。上了一天班，现在过去会不会太累了？要不算了？不能算了，上班肯定累，这车开着绝对不累。宇航辅助驾驶激活。你好，艾卡，请讲。今天适合露营吗？今天天气晴朗，气温最高可达17摄氏度，适合全家去露营。你好，艾卡，请吩咐。打开露营模式。好的。我赢了 ，yes！